财投资好康贴士全在这。看股票呢，我们还要看它的份额，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凭那个股价来决定它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。这样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股票到底划不划算，值不值得买呢？很简单，你去看这个公司的账目不就懂了？去那里找账目？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规定，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要持续不断的 update 他们的投资者关于他们的业绩。所以每个季度就是每3个月，他们都要发布业绩报告，最迟在那个季度过后的2个月内一定要发布这个报告。你有什么问题要了解它的财务状况，看这个业绩报告就懂了。可是业绩报告里面这样多数目，那零啊，我的 calculator 按都塞不完哦。这样看全部几千万上下，西赖哪里会这种东西哦？我老婆问的问题早就有人问过，也早就有答案了。很简单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 figure 那些数字之后，你看它一定有一个 figure 告诉你到底每一股赚了多少钱。你只要懂每一股赚多少钱，再看看你手上有多少股，乘起来你就知道那几千万营收里面到底你占了多少 percent 咯。看你都不懂的啦，你都没有在听，你在看指甲不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些例子了。上市公司的季度报告第1课。由于所有公司提交到大马交易所的季度报告模式都一样的，所以你看得懂一张，那么就可以看懂全部了。所有的季度报告都能够在大马交易所的网站找到哦。哇，强多姿！就知道你没有耐性，先给你说说这个报告的几个重点。Revenue， 该公司该时期的营业额就是该时期所有的生意总数。Profit or loss before tax， 所有的生意在扣除了营运成本，像它的租金啊、员工的薪水啊、其他的零零总总费用，剩下的税前净利，这个数据还没有计算税务在内哦。Profit or loss for the period， 净利在扣除了应该缴的税务之后，就是该公司真正的净利啦。Profit or loss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equity holders of the parent。虽然净利算了出来，但是你知道那些上市公司里头还有牵涉很多子公司啊，那些股权又大又小的，所以这个数据才是真正属于股东的收益。Basic earning or loss per share， 呵呵，好像刚刚提到的，动不动都是几千万啊，还有3个零，看到你头昏眼花。所以呢，为了方便投资者计算，这里是代表每一股的盈利到底有多少。Proposed or declared dividend per share， 虽然说公司一股赚多少钱是注明了，但是那一个却不是投资者真正赚到的，因为那笔钱还放在公司里头。这里呢，就是这个公司打算派出的股息，也就是股东真正到手的回酬了。Net assets per share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equity holders of the parent，代表每股的净资产到底值多少，但是需要留意，因为里头包含着的像有很多货物啊，还有那些还没收到的款项在内，所以也要小心看待。毕竟那些货你都还没有卖出去，钱都没有收到，怎么说都还有风险在里头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第1课我需要时间消化嘞，你不要一次给我讲这样多，我哪里记到哦？就知道你没有耐性。连公司有没有赚钱都没有搞懂，还要学人去买股票。哎，我下个礼拜再教你其他的啦。关于股票的价值和价格，你应该知道的是，股票的价格受到市场买卖影响，这是因为股票是上市公司发给投资者作为拥有公司股权的证明。如果这家公司赚钱，那么大家都想买这家公司的股权，需求比供应高，股价自然会越走越高。低价的股票顶多只是价廉，想知道是不是物美的话，还是得看每股的份额和盈利多大，还有确定公司的价值是不是被市场低估，才能够下定论。
一家公司上市之后，就必须对所有的股东交代，每年的财务报告就像是公司一整年的成绩单，到底是亏是赚，还有什么资产，其中多少盈利属于股东，通通都得在财报中一一说明。虽然看起来复杂，但只要看懂重点，就能够更加了解这家公司的现金流，也能够让投资者更清楚身为股东的收益。股票投资新手须知 ：Value Investing 价值投资是股神巴菲特多年来推崇的投资方式。主要在买入一家公司股票前，先对该公司的价值做大致的评估，再把估计的价值和当时的股价做对比。如果价格低于价值，那么就值得买进。过去几十年，巴菲特可是坚持使用这套方式买股，让他躲过了好几次的股灾，甚至获得平均每年超过20%的投资回酬。一般市民或许还没办法做到股神的投资规模，但是选股方式或许可以向巴菲特看齐，先从了解公司的价值做起。想了解一家上市公司，除了看财报，还有什么方式呢？下个星期让钱爸爸带你去看更多哦。